威尼斯是一个坐落在西湖水面上的岛屿，位于意大利东北海岸的亚得里亚海边缘。威尼斯的交通网路全都由运河水道和狭窄的人行步道所构成，所以只要进入了威尼斯城区，交通的方式就被严格的限制在于只能步行或乘船。所以参访威尼斯务必要记得，最好只随身携带一只轻巧的登机箱，甚而只带一个双肩包，才可称为是轻装旅行者 （light traveler）。早年，威尼斯有若一座孤悬西湖中的岛屿，只能依赖船运与意大利本土交通。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想要登陆水都，应该如何进入这个完全被水面环绕的城市呢？自从1933年以来，威尼斯架设了一座名为自由之桥 （Ponte della Libertà） 的桥梁，与本土的陆地相连，成为了我们由路面进出威尼斯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是开车、坐巴士或电动火车前来参访威尼斯，我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梁抵达一个名为罗马广场 （Piazzale Roma） 的区域。这里有汽车可行驶的道路，甚至还有大型的私家车停车场。但这里也是车辆行驶可达道路的尽头，我们所搭乘的车辆就必须停放在这里，因为除了这个位于威尼斯西北角的区域以外，整个威尼斯岛都是无车区。如果我们是搭乘公路上的交通工具前来，抵达罗马广场后就必须再次下车，转乘水上的交通工具进入威尼斯岛了。罗马广场周边设有许多的水上交通工具站点，如果我们搭乘公路巴士来到这里，出了巴士车站，在面对大运河的大门左转，就可以看到排列在运河边的各个码头，诸如水上计程车、水上公共巴士等。而这些水上载运船只就能让我们抵达威尼斯岛中心的圣马可广场及其周边的各个码头。如果我们跨过罗马广场东北边的宪法桥，往东北方走450公尺，就可以到达圣卢西亚 Venezia Santa Lucia 车站了。当然，身为国际旅客的我们，搭乘火车是一种既安全又舒适的旅行方式。同样在自由之桥 Ponte della 的桥面上，还铺设有铁道，可行驶电动火车。意大利加入欧盟之后，境内主要铁路交通系统已全面电气化，所以我们称之为电动火车。如果我们是利用欧洲铁路联运系统 Eurail 购票，搭乘电动火车来参访威尼斯，请先确保预订一张前往威尼斯圣卢西亚 Venezia Santa Lucia 车站的车票。在意大利本土的陆地上，有一个名为威尼斯梅斯特雷 Venezia Mestre 的火车站，是抵达威尼斯水都的前一站。当我们在电动火车上听到将要抵达威尼斯梅斯特雷 Venezia Mestre 的广播时，应该留在座位上再等待一会儿，直到我们听到即将抵达威尼斯圣卢西亚 Venezia Santa Lucia 的广播时，再准备下车。这个车站才是大多数游客想去的地方，也是这条铁道的最终站点。当我们走出威尼斯圣卢西亚 Venezia Santa Lucia 车站时，将会首次感受到这个水上城市美丽的历史建筑物和大运河。大运河是城市中最大且最繁忙的水路，而这个区域通常被称为 Ferrovie， 是威尼斯的火车站一词的威尼斯词汇。车站与罗马广场只相隔着一座人行步桥和一段短程的步行距离，所以我们可以自行开车或搭乘电动火车前来参访威尼斯。只要走到威尼斯圣卢西亚 Venezia Santa Lucia 车站靠近大运河的码头，就可转乘前往水都中心圣马可广场码头的各种水上交通工具了。从圣卢西亚车站的码头到威尼斯城市中心圣马可广场码头，如果只靠走路实在是太远了，我们唯有仰赖船只的交通，搭乘水上交通工具才能真正达到登陆水都的目的。由此区前往威尼斯城区中心的圣马可广场，我们可搭乘下列水上船只以为交通。1. 水上计程车 Water Taxi。 从 Santa Lucia 车站前往圣马可广场的最快方式是搭乘水上计程车，共享船资为每人最低35欧元，每船最多6位乘客，包船则是航程长短、行李件数定价，每位可免费托运一件登机行李箱，超量加价。若以100欧元包船，可要求在设有船只停泊点的投诉旅馆下船，航程依照不同目的地约需15到30分钟。2. 水上巴士 Water Bus Vaporetto XTV。
类似陆地上的公共汽车。一般而言较为拥挤，随身行李必须轻薄短小。单程船票7.5欧元，航班密集航程约需45分钟。搭船出了 Santa Lucia 车站，走向大运河方向，就会看到 Waterbus Vaporetto Active 搭船的一整列码头。我们应该在 B 码头 Ferrovia B 搭乘1号线的渡船。搭船之前，请先购票，可以在码头的购票亭或自动购票机购买船票。以下为大家展示购票程序：一、选择语言，只有欧语系语言，所以点选英语。2、点选购票 Buy your ticket。3、点选水运服务 Waterborne Service。4、选购75分钟时效票 Ordinary Water Service 75分。5、点选船票数量，现金或信用卡付费。为了简化程序，提议以欧元现金支付。6、由投币口投入现金，荧幕会显示已付金额。作业完成后，由荧幕下方窗口取回找零级船票。我们取得船票之后，就可以准备登船了。在一些较大的码头会有2个入口，一个是专供当地居民使用的入口 Local Passenger。我们的船票不好走这里，请注意看标示，我们应该通过所有乘客的白色标志 All Passenger 入口处登船。这种情况在一些较大的码头才会有，比较小的码头就只有一个门登船。入口处并没有验票人员，而只是由自动的验票机器验票。我们只需要将刚刚购买的票卡放在验票机上感应，绿灯亮了，闸门就会开启，我们就可以进入码头，准备登船了。进入码头后，请与边缘保持安全距离，以免被人潮推挤入水。请在码头上耐心等候。船只靠岸后，工作人员会在系紧缆绳之后打开闸门，请依照先下船再登船的顺序登船。在登船闸口的旁边会挂有航站表。登船前，请再次确认登上正确的船班。整个航程中应该保留船票，因为有时会有检票员来查票。登船之后，其实不需要紧张的，留意着沿途14个停靠站的名称。船行至 Rialto 站就是航程的半途。离开里亚多桥码头，再航行15到20分钟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圣马可广场 S Marco。若我们注意左舷船外的建筑物，当看到高耸的大钟楼时，就可以准备下船了。船到达并打开闸门后，就可下船登岸。下船后，依照行船方向继续向大钟楼的方向走，就可抵达水都中心的圣马可广场了。不论我们选择搭乘哪一种船只，航程中必定会行经威尼斯的交通要道——大运河 Venezia Canal Grande。大运河自古以来就是威尼斯运河运输网的主要干道，两岸各式各样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多达117栋，其中各个具有文化历史重要性的建筑物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建筑物竖立在大运河两岸，恰似迎接来访贵宾的礼宾，为我们参访威尼斯的游客们展开了精彩游程的序幕。我们参访任何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行前完善的规划，除了交通之外，就是住宿点的安排。功能强大的谷歌地图 Google Map 在食、住、行3方面都可以提供相当完整的帮助，唯独在威尼斯水都的水运系统上就不太给力，所以特地在这里列出威尼斯水运系统的连接网址，希望您可以用得上。1、水上计程车，请连接这个网址。登入英文网站后，只要在空白处按下滑鼠右键，点选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中文浏览页面上的资讯了。透过这个网页上的各个选项，就可预定我们需要的服务。这个网页的下端附有 WhatsApp 的连结，方便我们透过免费的网络通讯联络对方。2、水上公共巴士，请输入这个网址，
将网页翻译成中文。在搜索栏里输入出发及目标点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即时的船班及航线地图。附上了威尼斯各个有关水运系统的连结，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再说，如今我们到任何地方旅行，网络通讯的通畅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段视频里，粗略地分享了一些资讯，提议大家在出发前务必准备一份可以通畅上网的 SIM 卡，在查询资料、登录谷歌、社交通讯上都会很好用。至于各种的各国定位、订票系统的连接网站，要不是大多都没有中文的选项，或就是内容太过繁杂，提议大家可以试试 KKday 台湾或是 Klook 韩国这2个旅游网站，就没有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了。今天的分享就聊到这里，若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是希望哪个部分能再加以更详尽的说明，请在留言区留言，老狼必定会尽自己所能的同大家做更多的分享。谢谢收看，我们下回再见了。